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德国成功通过内战成立了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在上一集的最后，德国的重建已经初见成效。那么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首先，我们选择社会所有制。我们已经看到了，当重要的国家服务与那些目标和人民利益不一致的人经营时会发生什么。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工业转为公有制。35天后，我们继续选择公民自由。我们的同志中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为了使国家高效和安全的运转，必须强迫每个人服从一致，但这与社会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只有通过保护公民自由，人民才会真正忠诚于国家。继续选择采纳民主制度。自由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伪装，真正的民主不仅要求社会平等，还要求经济平等。因此，只有我们能够真正将人民的意愿充分纳入治理国家的进程。接下来继续选择解放奥地利。我们南方的邻居们长期以来生活在人民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虽然他们在另一个国家，但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还同享同一种语言。为了奥地利人民的利益，我们将提出一个要求，不应该说是一个邀请，欢迎他们与我们一起。奥地利在之前赢回了哈布斯堡君主，并且向之前的一些国家宣战了。那么在我们志愿军的帮助下，奥匈帝国也是成功的击败了这些国家，并且成功恢复了奥匈帝国。但是我们帮助奥地利的原因并不是想让奥匈恢复，而只不过是我们的势力范围可以扩展的更大一些。奥匈帝国是因为有我们德国的帮助才能成功恢复，让奥地利与我们进行合并也是合情合理。既然外交手段行不通，那我们就只能采用军事行动了。于是我们决定对奥匈帝国宣战。那么我们这场仗打得究竟会怎么样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并没有选择把奥匈帝国整个全部吃下来，因为这里有着太多不一样的民族，管理起来也是十分困难。我们并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地区的核心，所以我们决定成立新政府。现在奥匈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治邦联合会。目前他们正在向我们支付战争赔款，并且给予了我们资源开采权。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意大利人在战争中居然还妄想获得更多的土地，不过我们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就结束了战争，保留了所有奥匈帝国的土地，并没有让意大利占领。虽然不太清楚原因，但联合王国对荷兰宣战了，这可是一个好机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因此我们将派出志愿军帮助荷兰抵挡英国的侵略。在这之后，英国也对伊拉克宣战了，因此我们将继续派遣志愿军。英国又对伊朗宣战，那么不用说了，我们也向伊朗派出志愿军。无论英国向哪一国宣战，我们都将向这一国家派出志愿军，帮助他们。外国占领是不可接受的，但为了负起我们在新解放邻国中建立的合法工人主导政府，我们将会承担起管理的艰巨责任，并引领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理想。完成这个国策之后，我们就可以建立人民委员辖区了。到了1940年5月30日，我决定对波兰宣战。我们对波兰宣战的理由绝对不是因为想要担责，而是为了解放该地区的工人啊。
好的，那么到了1941年3月15日，随着我们击败了英法之后，我们在西线的战争应该可以说是暂时告一段落了。虽然我们在西线的战争结束了，不过我们在东线对抗俄国人的战争却仍然没有结束。但是那是下一集的事情了。看了一下时间，感觉今天这集也差不多了。我想我们今天也就先到这儿吧。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啦。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